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一辈们这样的言论：女孩子就该听话文静，多为家庭付出，不要太出风头。在最近很火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，很多细节都能看到上个世纪人们对女性的传统偏见，特别是没结婚就做了寡妇的郑娟，遭到了很多人的嫌弃。但无论生活如何艰苦，郑娟从来不向苦难低头，能自食其力就绝不求他人，温柔却坚韧。在周家突逢变故的紧要关头，安顿好了所有杂事，给周秉昆无限的勇气。即使遭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悲惨，但他依然用坚强和独立回应这个世界的温柔和善良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。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子静，我是柚子，我在益阳，祝大家晚安。我是小豪，我在河南焦作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静，我是小莫，我在广东东莞，祝大家晚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曾经偶像剧里单纯瘦弱总需要别人呵护照顾的女性特质，在今天反而没有那么备受推崇了。就像色电影里面写过的，今天更受欢迎的女性形象已经变成了大女主，袁泉、张雨绮、周扬青，或者像这届冬奥一跃成为顶流的谷爱凌，她们好强、积极、自信。谷爱凌被很多人称作会飞的天才少女，但她自己却说，能够取得那么多成绩，自己的天赋只占 0.1%， 不然她的那些努力就被辜负了。她3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滑雪，7岁的时候选择了几乎没有女孩会选择的项目——自由式滑雪。要知道，自由式滑雪是融体操、跳水和滑雪于一身的高难度体育项目，因为比赛的高风险被比喻为勇敢者的游戏，一直都是男孩们主导的项目，而女孩们都流行学习竞速滑雪。但谷爱凌毫不畏惧，勇敢选择，并不断尝试。光是在本届北京冬奥会上，他就在参加的3个自由式滑雪项目上收获了2枚金牌、1枚银牌，挑战了世界最高难度，也创下了中国在此项目上的历史。获得世界冠军的谷爱凌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她曾经对所有女孩说：“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女孩思考她们以前不曾想过的机会。”我们都曾是被胆怯包围的小女孩，现在我想在山上看到更多勇敢的人。因为外婆是交通运输部的退休高级工程师，妈妈是北大的高材生，谷爱凌的成长之路上受外婆和妈妈影响很大。他们从小就鼓励谷爱凌：“你很棒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。”这种我很好的认知不断内化到谷爱凌的心里，让她更加有勇气，并且全力去追求喜欢的东西。当有记者问到，在面对社交媒体上，特别是美国网友的一些批评时，你是如何平衡的呢？谷爱凌回答说：“我觉得我并不是想要所有人都满意，我只是希望可以享受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在竭尽所能，也在享受整个过程。如果有人不相信或者不喜欢我，那么这是他们的损失。”很多人都容易因为别人的评价或诋毁而陷入自我怀疑，但其实你远比自己想象的优秀，不应该被任何人简单定义。就像马伊琍曾经说的：“女人不要为取悦别人而活，希望你们为取悦自己而活。勇敢的、努力的去爱、去奋斗、去犯错，但是请记住，
一定要成长。以前我们一提起中国足球，球迷们就会习惯性的摇头，但今年亚洲杯上，中国女足逆风翻盘，时隔16年重新夺回了冠军，让所有人大呼：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足。辉煌的背后有很多不容易，缺钱就是一点。1999年，女足在世界杯失利后，主教练马原安就说，如果女足姑娘们可以多吃些牛排，少吃点油条包子，或许冠军就是咱们中国的了。最近几年，最美门将赵丽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，女足球员们的收入普遍不高，跟外面普通打工族拿的差不多，靠踢足球一辈子也买不起房。因为待遇偏低，很多优秀的球员不得不提前退役，导致女足人才流失。特别是在2018年之前，很多球员生活质量都不是很理想。不过，女足的姑娘们依旧能够克服重重困难，不断为国争光。自1986年首次参加亚洲杯开始，中国女足连续拿了7连冠。在亚洲杯总共获得冠军10次，闯入女足世界杯8次，获得亚军1次，闯入奥运会5次，获得亚军1次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，这首歌很好地诠释了女足的拼搏精神，每次听到都能让人热血澎湃。人生苦短，哪能半途而废？不气不馁，无惧无畏，芳心似水，激情如火，梦想鼎沸。人生有无数种可能，也有无数种活法，但只有一个前提是，我愿意，我开心。就像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《愿你成为这样的女子》里说，希望每个女生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梦想，并为之坚持不懈，即使前途艰险，却不失积极进取的决心。有扬在脸上的自信，也有长在心底的善良，有融进血里的骨气，也有刻在生命里的坚强。别担心，别畏惧，勇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。